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往山药里面加入一勺普通面粉，用手抓拌一下，瞬间就变成一道美食。这种做法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，更加没有看过。如果你也喜欢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，具体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准备2根山药，削掉外皮。处理山药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戴上一次性手套，这样可以防止皮肤过敏。用削皮刀把所有的山药全部削干净，然后再清洗一下。接下来准备一把刀，把山药轻轻地拍一下，拍过之后的山药更方便成熟。我们还要用刀给山药切小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这里我们也不需要切太小，稍微有一点点颗粒感更好。全部切成视频中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把切好的山药放在准备好的碗中，接着往碗中加入1大勺的普通面粉，然后下手抓拌均匀，使每一块山药表面都能够裹上薄薄的一层面粉。这里我们要稍微的多抓拌一会儿，充分的抓拌均匀，抓拌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全部处理完之后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西红柿，清洗干净，然后像视频中这样切成薄片。我们这里不需要切断，然后再转过来把西红柿切成小条，同样我们也不要切断。有网友留言，西红柿皮到底能不能吃？其实西红柿皮含有丰富的花青素，可以食用。接着我们再把西红柿立起来，然后再切成小丁，我们尽量的切小一些，这样方便炒出汤汁。全部切好以后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1颗上海青，我们把上海青切成小条。如果没有上海青，也可以用菠菜来替代。然后再转过来切成小丁。山药里面加一些上海青，不仅可以增加营养，同时还可以丰富口感。全部切好以后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接下来准备1个小碗，打入2枚鸡蛋，然后加入少量的白醋去除蛋腥味，接着再加入88粒食盐，然后用我吃饭的筷子充分的搅拌一下，使蛋黄和蛋白充分的糅合在一起。搅拌成视频中这样的细腻状，用筷子挑不起来就可以了。接着准备2根清洗干净的香葱，直接切成葱花。全部切好以后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。接下来准备1小块去皮的老姜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姜丝，最后全部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末。全部切好以后和香葱放在1个碗中。下面我们开始操作，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油温烧热以后下入准备好的鸡蛋液，快速的把鸡蛋炒至定型。今天的鸡蛋我们尽量的炒嫩一些，稍微的定型之后我们再划成小块，这样方便入味。全部处理完放在准备好的盘中。接着另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然后把葱花和姜末也下在锅中，开小火煸炒，炒出葱姜的香味。接下来把西红柿也倒在锅中，这里我们充分的翻炒均匀，把西红柿炒干水分，炒出汤汁。
接着往锅中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因为食盐有很强的穿透力。炒西红柿的时候提前加入食盐，可以更快的炒出里面的汤汁。我们要不停的翻动，整个过程大约在2到3分钟左右。现在的西红柿已经炒出了汤汁，接下来加入1大碗的开水，然后开大火把锅里面的汤汁烧开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出现了少量的浮沫，我们要把这些浮沫全部打捞干净。接着再把裹好面粉的山药倒在锅中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。用勺子把山药划上来，这样方便受热。今天挑选的是铁棍山药，肉质比较硬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稍微的焖煮一会，像视频中这样大约煮2到3分钟左右，充分的把山药煮熟。用勺子稍微的推动一下，这样可以防止结坨或者是粘锅。接下来我们再加入小半勺的食盐调味，然后再加入1大勺的生抽酱油，然后加入小半勺的陈醋，接着把准备好的鸡蛋也倒在锅中，用筷子稍微的翻拌一下，翻拌均匀。接下来把切好的上海青也倒在锅中，再次翻拌均匀。上海青比较容易熟，我们煮制的时间千万不能太长。在出锅之前，我们再加入少量的芝麻香油，增加香味。金黄色的鸡蛋和西红柿、上海青搭配在一起，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山药汤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，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春天是小孩子们长个的季节，我们要多做一些山药给小孩子们吃。里面加入了鸡蛋、西红柿和上海青营养十分的全面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